你为何要害我全家？想杀我，你敢吗？云贵，别干傻事儿！我这是奉旨办事。信国公沈文柏侵吞军饷，通敌叛国，罪证确凿，打入天牢，家眷流放幽州。通敌叛国，我爹查到的是你们贪墨军饷的证据，怎么反倒成了通敌叛国？是那批账有问题，你们怕我爹查下去，就栽赃这个罪名，是不是？云贵，爹爹一身清白，就算身死，也不怕世人诟病。云归，别怪我，蒋家满门姓你，我赌不起。你我婚约，今日就此解除。到了幽州，好自为之。蒋玉宸，我一定会查明真相，定要你蒋家血债血偿。等你活着回来再说。送他们上路。大姐，冷。到幽州姐就给你抓药，喝了就不冷了。看什么看？赶快走！太阳落山前到不了驿站，都跟他作伴。云归，娘这身子骨，怕是撑不到幽州了。娘，我们三个一个都不会少，就算爬，我也要背着你爬到幽州。前面就是幽州了，都给老子打起精神！到了，总算到了。蒋玉宸，此仇我定会叫你偿还。这批人哪来的？盛京来的流犯，路上折了9个，还剩23个，名次在这儿。行，往西走就是流放营，找管事的孙猛报到。娘，先找个地方把云堂放下来，去那边看看。哟，新来的。孙管事，这批人交给你了。沈家，信国公府的沈家。是。呵，盛京来的千金大小姐呀，了不得，真是了不得。在盛京你是千金，在这儿嘛，跟他们一样，连狗都不如的东西。管事说的是，烦请管事给我们指一间屋子。我娘病重，妹妹高烧不退，需要个能挡风的地方。你倒是会使唤人，这是把盛京的规矩带到幽州了。不是使唤，管事为新入营的流犯分配居所是幽州惯例。哼，有点意思。三儿，带他们去西边那间空屋子。孙哥，那间屋漏雨漏得厉害。漏雨怎么了？嫌漏就露天睡去。姑娘，好心提醒你一句，这地方金子、脸面和规矩都不顶用。什么东西顶用？哼，以后你就知道了。好烫。姐姐，我渴。水还没热，再等一等。半块黑面饼，1小把碎米，2粒药丸，这就是我们的全部家当了。嚼碎了再咽，别噎着。好难吃。能吃饱就行。娘，喝口水吧。不争气，连口水都喝不下了。娘只是岔了气，慢些喝就好了。你也吃点吧，云归。从昨天起你就没吃东西。我不饿，你们先歇着，我出去一趟。打扰了，敢问营里可有大夫？大夫？你当这是你家后花园的药铺呢？这鬼地方连个给牲口看病的兽医都没有。哼，得了病能不能活，全看命硬不硬。那能不能允我半升米？我娘病得厉害，等领了粮，我一定加倍还你。姑娘，不是我们不帮你，这里的粮都是按人头发的，我们自己家都吃了上顿没下顿，哪有多余的给你啊？
正好明天下午营地门口发粮，你早点去排队，去晚了就没了。没了，都散了，明天再来。怎么又没了？上个月就排到我没了，我孙儿在家饿了3天了，这是要我们的命啊！我男人在床上躺了2天了，就等着这口粮吊命啊！官爷，您再看看麻袋里是不是还有剩的？哪来那么多废话？说了没了就是没了。行了，都散了吧。我们自己弟兄都不够吃的，再闹也没用。根本不是没粮，是有人把救命的粮扣下了。这流放营的水，比我想的深多了。流犯不让靠近卫所，你来这儿做什么？老人家，我想打听一下，卫所里能调度粮药的军官是谁？指挥马千世管粮饷，但他回老家猫东去了。下面有2个千户，一个叫赵德全，谁的忙都不帮；另一个叫冯世安，那位爷跟孙猛是一路货色，克扣口粮的主意就是他点的头。那千户底下呢？千户底下有4个百户，其中3个是冯世安的人，唯独有一个叫魏征的还算仁义。魏征，前年冬天有2个地痞抢流民的粮食，魏征正好经过，一脚踹开门，拎着斩马刀就进去了。出来的时候，一个断了胳膊，另一个被他扔雪地里冻了半宿。后来冯千户想治他的罪，可底下的人全站出来替他作保，没动成。从此冯千户就记恨上了他。他的百户所在哪儿？往东走，门口挂着刀的那间就是。多谢老人家告知，口粮只够3日，娘和云堂的病也撑不过5天，我必须得找条活路。哟，沈姑娘这么晚了，这是去哪儿啊？孙管事。白天我就想说，你这模样，生得可真俊俏。我娘和妹妹急需药物治病，口粮也不够吃了，敢问管事有没有法子？哼，当然有，只要沈姑娘肯赏脸去我屋里坐坐，粮食草药都好说。多谢管事好意，云归今日身子不适，就先告退了。不急不急，沈姑娘慢慢想，往后机会有的是。魏百户在吗？什么事？大人可是百户魏征？你哪儿来的？流放营。你是流犯？是。流犯也敢跑到老子这儿来，谁给你的胆子？大人，我想求您一件事。求事？老子不管流放营的事，找你们孙管事去。孙管事说的法子我走不了，若有别的法子，我也不会来。进来说。说吧，什么事？我娘和我妹妹病重，急需药物，口粮也快吃完了。大人，可否借小女子半袋米？借？你一个流犯，没地没银子，连做工的资格都没有。你告诉老子，你拿什么还？大人说的是，云归的确没有银钱偿还，但云归有一样东西可以抵。这营里活不下去的女人来求我的不少，米、药、暖和的被窝，我这儿都有，就看你懂不懂规矩。大人觉得我是来卖身子的，不然呢？你一个戴罪的流犯，连出营的资格都没有，除了你自己，你还有什么能拿得出手？
大人，这桌上的军账算不平吧？你怎么知道？营里粮饷账目混乱，弟兄们的粮被层层抠扣。大人打仗是把好手，可账目上未必玩得过这些贪官污吏。你想做什么？很简单，一笔交易。什么交易？只要大人肯借我半袋米和一副药，再保我娘和妹妹在流放营不受刁难，我帮大人查出他们贪污的实据，把他们拉下马。这笔交易，大人不亏。你懂查账？在盛京时，我家府上100口人的账目全是我在打理。冯千户那点假账手段，瞒得住不识字的军户，可却瞒不住我。你就不怕我把这话捅给冯世安，拿你去换个升官的路子？卫所的老人说，前年2个军户被抢粮，大人敢拎着斩马刀跟冯千户当面硬刚，我信大人不是那种人。何况大人要的是边关杀敌的军功，不是同流合污的脏钱。有我帮你理账，弟兄们再也不会被抠扣粮饷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沈云归。沈云归，你就是那个信国公府的嫡长女？是。哼，倒是个有骨头的，比那些见了我就跪的软蛋强。米是这个月的军粮，药是前2个城里医馆拿的，肉是刚烤的，够你们撑半个月。别多想，老子不是可怜你。明天开始，你去搜集他们贪墨的证据，还有，要是算不出账，老子扒了你的皮。多谢大人，云归一定不会让大人失望。他娘的，活了25年，头一回见这么带种的娘们儿。找魏征了？哼，一个破落户的千金，还想攀高枝？去，盯着他，我倒要看看他能翻出什么浪来。沈家的，你这屋里什么味儿啊？怪香的。煮了些白蒿水，给我妹妹退烧。我瞧着你这屋里好像多了些东西啊，角落那是米袋子吗？你有什么事吗，张哥？没事没事，孙管事让我过来瞧瞧。嘿嘿，说新来的没登册，问你家有几口人，有没有什么违禁品？3口人，名册上都有，没有违禁之物。晦气！铁牛兄弟又来巡营啊？魏百户让俺过来看看。铁牛，他是魏征的人。检查违禁品，都老实待着，别动。孙管事，我们屋里没有违禁品，白天张三已经来看过了。哼，他看过我就不能看了？哟，有米有药，你们这是过上好日子了。好米啊，不像营里发的糠米。沈姑娘，这米哪儿来的？借的。借的？跟谁借的？营外的一个相识。是吗？你这位相识倒是大方得很呢。孙管事要查就查，查完了还请早些离开，我娘需要休息。翻！孙管事，你有什么事冲我来便是，下一个孩子算什么本事？老夫人还摆谱呢，在盛京你是国公夫人，在这儿您就只是个流犯。孙管事说的是，查完了就请早些走吧，天冷，我娘受不住。行，给沈姑娘个面子。不过提醒你一句，你那位相识要是再送东西，记得跟我报备一声。流犯私自与外人往来，按规矩可是要吃板子的。哼！云堂不怕，姐姐在呢。姐姐，那个人好凶，他把我们的草铺都弄坏了。姐姐已经铺好了，跟原来一样。姐姐，这柴好臭。
吃的只有这些了，忍一忍。大叔，你等一等。小姑娘，你喊俺。这柴是你放的吗？柴？什么柴？俺不知道啊，俺就是路过。我都看见了，你扛着柴走过来，蹲下放下，还拍了拍手。哎呀，是百户让俺送的。他说你们那尸柴烧起来呛人，反正伙房剩了一捆，让俺顺路扛过来。俺什么都没做，没有。姐姐，那个大叔好奇怪呀，他说是百户大人让他送的。百户大人卫所里的一个军官。那他为什么给我们送柴呀？他是好人。姐姐，你看这柴好干呀，烧起来一定很旺。娘也能暖和些了，她昨晚咳了好久呢。老姐姐，今日气色好些了呀？你家大姑娘可真是能干，前儿个还弄来好柴火。是别人送来的。我前2天晚上看见你家大姑娘进了魏百户的营帐，抱着米和药出来，你知道这事儿不？我只知道她出去过。这事儿营里都传开了，连孙管事都知道了。他说再清高的女人到了这地方也得低头。你给我出去！老姐姐，俺也是好心提醒你，咱们女人家名节比命重啊！我让你出去！哎呦，这是。沈云归，你过来。你那晚出去，是不是去找了那个姓魏的百户？娘，你不要打姐姐，姐姐每天都出去砍柴融雪，姐姐没有做坏事。娘，你放心，米是干净的，药也是干净的。我沈云归这辈子，不管到了什么地步，都不会做辱没沈家的事。你在这儿陪娘，姐姐出去再拾点柴回来。屋里可有人在？你找谁？我听见屋里孩子咳嗽，我学过些药力，能帮着看看。进来说吧。咳了几日了？4、5日了，后半夜肚汗，吃什么吐什么。这是风寒入里化了热，若能找着几株蒲公英的根茎，煮水后口服，清热解毒，能好得快些。蒲公英，这大冬天的，去哪儿找这东西？向阳的墙根底下学浅，刨开冻土，兴许能寻到一些。我那儿还有点退烧药，回头与你们小半副。沈姑娘，这可怎么谢你？不用谢，都是一个营里的人。我想问你们一件事。你说，只要我们知道的，都告诉你。孙猛克扣口粮的事，你们知道多少？沈姑娘，这话可不敢乱说。我不是要你们乱说，只是想弄清楚。刘范每日每人半斤杂粮，可营里每天只发不到2两，剩下的粮去哪儿了？你怎么知道拨粮担子上的数目？来幽州之前，我查过大井刘范律料。沈姑娘，你真是个聪明人。孙猛每月从卫所领回的粮，一半发给营里，另一半则会倒手卖掉。但冯千户是他的靠山，所以没人敢吱声。上回有人去告状，被打了20板子，抬回来只剩半口气，没熬到下雪就没了。我知道了，你们放心，这些话出了这屋，我不会跟任何人提。药我回头送过来，孩子的烧先压一压要紧。沈姑娘真是好人，昨天还帮我婆娘处理了冻烂的脚。听说原先是盛京的千金小姐，咋就落这儿了？可惜了。
沈姑娘，孙莽前天后半夜从西门运了2车粮出去，赶车的是他外甥，我亲眼见的。姑娘，我听当差的说，冯千户下月初要来营里巡查，孙莽这几天都在忙着做假账。姐姐，你看李婶婶给的腌萝卜，谢谢你帮小弟退烧。姐姐你好厉害呀，啥都懂。你姐姐不是天生啥都会，不会的东西学一学就会了。姐姐，刚才有2个人从咱家门前路过，故意拿肩膀撞的水缸，我追出去，他们就跑了。碎了就碎了，再想别的法子盛水，先进屋。难道是孙猛的人？外面什么动静？水缸碰碎了，不要紧。这几天你别单独出门，尤其别往孙猛的人跟前凑。我不怕他们。不是怕不怕的事，是没有必要。大人怎么来了？天这么冷，你要是冻死了，谁给我找证据？这被子你拿去盖，放我那儿也是落灰。大人好意，云辉心领了。心领了？是要还是不要？要的，多谢大人。那就收着，废什么话？就剩这么点柴。省着点烧，还能对付几日。哼，你倒会对付。早点歇着，明天我让人送柴过来。看方向，那俩人是奔卫所去了。砸缸、传闲话，他们不敢动魏征，就冲我下手。如今连夜往魏蜀递东西，要是落到冯千户手里，私宿流贩女眷这罪名，就够魏征喝一壶的。是牲口的粪，这井水没法喝了。沈姑娘也去打水了，井口让人弄脏了，没打成。我刚才也看见了，铁定是孙猛的人使坏。沈姑娘，有件事儿我得跟你说一声，你可别嫌我多嘴。你说，他们说你那些米和药是魏百户给的，说你是拿身子换的。还说了别的没有？反正不中听，你千万别往心里搁。我不是爱嚼舌头的人，实在是怕孙猛在背后捣什么鬼。我知道了，李婶，谢谢你告诉我这些事儿。你帮了我家小子，这份人情我记着呢。往后有什么风声，我给你递信儿。嘿，我说老赵，你知不知道那沈家大姑娘的米是打哪儿来的？哪儿来的？城北那位魏百户给的呗，大半夜自己摸过去的。盛京来的大小姐，诊断倒是软。百户大人那一身腱子肉，扛得动扛不动呢？人家扛得动得很，这不扛回来好米好药了，本事大着呢。铁牛，是俺，大哥让俺捎来的，口袋里是小米，这包是盐巴。替我谢过魏大人。不用谢，不用谢，大哥说让你收着就行，别跟他客气。铁牛，我有一件事要你带话给魏大人。你说。这2天孙猛派了人往卫所去，手里带着一卷文书，8成是冲着你们大哥去的。冲大哥去的？孙猛不敢明面上招惹魏大人，但他会在冯千户跟前做文章。你让魏大人留个心眼，别被人拿住了画柄。冯世安那个狗东西，他敢动大哥？不是敢不敢的事，孙猛是冯千户的人，他往上头告状，冯千户正好拿这个做由头。你告诉魏大人，让他这阵子离流放营远一些，不要再送东西过来了。沈姑娘，你这话俺没法带。俺要是跟大哥说你不让送了，他非得骂死俺不可。你把我的话带到就行，他听了自会明白。行吧。大哥这些年什么时候管过这种闲事儿？偏就你的事儿他上心，又是送柴又是送被子的，俺从没见他这样过。铁牛，你跟魏大人很久了。可不是嘛，俺13岁就跟大哥了。
大哥12岁那年第一回上阵，一个人砍了3个北大的探侯，满身是血。回来的时候，老百户都吓了一跳。12岁？是啊，大哥爹娘都是军户，打仗的时候死在边关了。大哥是吃百家饭长大的，别人都说大哥凶，可他们哪里知道，大哥那身本事全是拿命换来的。他要是不凶，早让人啃得骨头都不剩了。时间不早了，我该回去了。你的话俺一定带到。爹娘战死，吃百家饭长大，12岁第一回上阵砍了3个人。事办的怎么样了？井也弄了，闲话也放了，那女人硬气得很，根本不接茬。孙管事今儿传话过来说，魏征后日要出城巡边，少说要待3、4天。那姓魏的一走，营地那头可就没人撑腰了。孙管事就是这个意思。等他一走，你们带人去沈家走一趟。前爷，去了之后怎么办？孙管事说了，那女人不识抬举，私通外人，趁姓魏的不在，把事情做实了，到时候报给冯千户，正好拿这个当把柄办魏征。孙管事还有别的意思没有？他说那沈家大姑娘是盛京来的国公府千金，皮子嫩得很。既然给姓魏的那个粗坯都能伺候，没道理不能伺候别人。话说在前头，人别弄死，孙管事还等着受用呢。明白，前爷您尽管放心。张三，你说孙管事真就只是想查私藏物资？你说呢？呸！管事盯了那沈家丫头多久了？心里那点念头谁不知道？那魏征要是回来了怎么办？等他回来的时候，事情都办了，那丫头还敢去告状不成？就算去告，谁信他的？到时候冯千户再补一刀，说魏征私醋流饭，谁也捞不着好。沈姑娘，你今儿出门了没有？没有，怎么了？孙猛的人在打听你们家的事儿。他都打听了什么？问你家几口人，白天什么时辰出门，晚上什么时辰关门，你妹妹睡在哪头，你娘的病能不能下地，还问了魏蜀那边最近有没有人给你们送东西。沈姑娘，这不是好兆头。孙猛打听这些做什么？多谢你跑这一趟，这份人情我记下了。你别记什么人情了，你倒是想想法子啊。李婶子，这几日你先不要往我这边走动了，免得让人盯上你。那你呢？我自有打算。娘，这2日你睡觉的时候把堂儿搂紧些。出什么事了？没啥事。那你搬这些东西做什么？防着罢了。住在这样的地方，多个心眼不是坏事。是不是那个孙猛？娘，趁热把这碗喝了。这银簪是娘的嫁妆，做兵刃太单薄，但攥在手里好歹比空着手强。来人了！沈家的，开门！孙管事让来查东西。别费那劲儿了，这破门一脚的事儿。呸！沈大姑娘，这么晚了还不睡？孙管事深夜到此，有何贵干？哟，日子过得不赖呀！这盐巴，这小米哪儿弄来的？邻里周记的。哼，你当本管事傻呀？还说又是那个百户大人送的？孙管事要查东西便查，查完了请走。急什么？夜长着呢。你俩去门口守着，本管事要查验一番。孙猛，你要做什么？老夫人安生歇着吧。沈大姑娘流犯私通外人，按规矩是要吃板子的。不过沈姑娘，你要是肯听话，怎么个听话法？聪明人何必让我说透呢？你他娘的敢扎我！小贱人，今天老子就让你知道这流放营到底是谁说了算！你放开他，冲我来！
你放开他，冲我来！老不死的东西，也敢拦我！娘，别打我，娘！魏大人，滚开！魏百户，你不是出更巡边了吗？你娘怎么了？他踹了娘的心口，娘喘不上气。魏百户，我是奉命来查违禁物资的，这是公差。我的腿，我的腿呀！老子护着的人，别碰，别看。以后你要是再多看他一眼，老子挖了你的眼珠子跑酒喝。头儿，这人脏得很，踩完了记得擦擦靴子。还愣着干什么？滚！姐，你的。多谢魏大人。在这个自顾不暇的地方，他是唯一一个把我护在身后的人。从今晚起，沈家门口安排2个兄弟轮班守着，我没说撤，就一直守。是。头儿，孙猛到底是冯千户的人，这事儿闹大了，那边怕是要找麻烦。让他找，谁再敢靠近沈家半步，都给老子砍了。头儿，你是不是喜欢那个沈姑娘？老子喜欢谁了？你他妈少在这里胡说八道！是，我多嘴了。不过得亏沈姑娘前2天提醒你留个心眼儿，你才没出城，不然今晚孙猛那帮人可就得手了。怎么回事？魏征没出城，我们刚进屋没多久他就来了。你们几个拦不住一个魏仲。千爷，你是没见着他那个架势，我要是敢上前拦一下，现在脑袋都能给您当球踢了。把人抬进来。我要告他，我要去找冯千户。他魏征一个百户，敢打断管事的腿，就凭他私藏流贩女眷这一条，就够他吃不了兜着走。你去告他私藏女眷，那你去沈家的事怎么跟冯千户交代？你半夜带人闯进屋里，把人家衣裳都扯了，这事传出去，冯千户怎么护你？那老子这条腿就白费了。白不白费，得冯千户拿主意。你在这等着，我去一趟。你帮我跟冯千户说，魏征那个王八蛋不光打了我，还在公然宣称沈家的人是他护的，这不是私藏是什么？行了，你消停吧。姐姐，昨晚那个大叔好厉害，一脚就把那个坏蛋踹趴下了，还有他那把大刀都快比我长了。姐姐，他就是你说的那个魏大人吧？人真好。姐姐，你说魏大人还会来吧？我有好多话要跟他说呢。该来的时候会来的。姐姐，你觉得魏大人长得好看吗？你一个小丫头问这些干嘛？
我就随便问问嘛。我觉得他比蒋家那个哥哥威风多了。不许再提蒋家。我就说最后一句，蒋家那个哥哥送你东西的时候，肯定不会把脸别过去。哥哥，你们昨晚冷不冷啊？要不要进来喝口水？不用了，小妹妹，头吩咐了，不许离岗。魏大人今天会来吗？这不好说，头他今日还有公差要办。哦，那你们帮我跟他说一声，就说沈家妹妹谢谢他。成，一定给你带到。哼。什么事这么早？大人，孙猛出事了。怎么了？孙猛腿让魏征踹断了。魏征不是昨日该出城巡边的吗？是，但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他没走。没走？是谁走漏了风声？这个属下也不清楚。孙猛那边安排的人手应该是可靠的。张三和陈老六都是老人了。那个女人什么来头？前信国公府的嫡长女。信国公府？沈文柏的女儿？是的。这事儿先不急。孙猛那个蠢货，带人半夜去扒人家衣裳，这种事捅出来，丢的是我冯世安的脸。但魏征也确实太不像话了，一个百户在我的地盘上打断管事的腿，还擅自调兵在流犯住处站岗。大人打算怎么办？魏征这个人蛮得很，跟他硬碰硬讨不了好。继续让他们盯着，私塾流犯女眷这件事得有实打实的东西。好，这件事我来安排。还有，下个月卫所的粮草要重新分了，魏征辖下那个百户所今年的份额该调一调了。调多少？先减20%。让他知道知道，幽州这个地方不是有把子气息就能横着走的。来人，去查一查盛京信国公府获罪的案卷，看看能不能弄到一份抄本。是。往梁队方向去。看什么呢？没看什么。这是成件事情。魏百户，我就是路过，我没往那边看。百户饶命！上次说的话你没听见是不是？百户，你要干什么？再往沈家那边看一眼，老子把你眼珠子抠出来当泡菜。拖走。铁牛大哥，这次的米好像比上回少了。是少了点儿，最近卫所那条粮食紧，我们自个儿的份儿也减了。减了多少？这个，大概少了20%吧。20%？整个卫署都减了，还是只减了你们百户署？沈姑娘，你问这个做什么？魏大人替我出了那一趟头，代价不会小。冯千户克扣你们的粮食，一定是因为魏大人踹断了孙猛的腿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孙猛是冯千户的人，一个百户打断了千户手下的腿，冯千户要是不报复，那他这个千户就白当了。沈姑娘，你想知道什么？冯千户上头还有谁管得了他？那得是指挥监视马大人，不过他常年不在幽州，卫所里还有个赵千户，什么事儿都和稀泥，谁也不得罪。赵千户跟冯千户的关系怎么样？面子上过得去，但私底下赵千户的人也看不惯他克扣军粮。那马大人呢？这个我就不清楚了，只听头和赵千户的手下喝酒闲聊，说马大人对冯千户向来网开一面，只要他把账做平了，上头就不管。
你回去之后跟魏大人提一句，就说冯千户减粮是第一步，后头还有别的。他真正想要的是找到一个能让魏大人吃不了兜着走的把柄。好，我现在就去告诉头。大人，衣服洗好了，晾干了就给你送过去。不急。魏大叔，你的大刀还在啊？在呢，跑不了。上回你拿那把刀进来可威风了，张三他们看见你就跟看见鬼一样。小丫头，下次别叫叔，叫魏大哥。为什么呀？云堂，别闹。我没闹呀，我就是看看。哼，大人，这刀用了很久了吧？嗯。刀鞘磨成这样了，还没换过？好用，就没换。大人，这刀柄上刻的什么？刻纹的走笔有章法，不像是随手划的，倒像是正经的刻字。是我爹留下来的，不知道刻的啥，小时候就有了。铁牛带的话，大人听了吗？听了。那大人觉得我说的对不对？说的不算差。是，请一请。娘，营地里来了生面孔，往咱家这边看好几回了。是冯千户的人。娘知道冯千户？你们在外头说话，我在里面不是聋子。孙猛的靠山是冯千户，魏百户替你出了头，冯千户不会善罢甘休。娘，你觉得那两个人是来做什么的？查魏百户私蓄流番女眷这件事，光凭孙猛一个人的嘴说不够，得有人亲眼看着记下来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你打算怎么做？先把这些人的脸记住，然后想办法告诉魏大人，冯千户要动魏百户，不会用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。想扳倒一个人，最好的法子不是去揭他的短，是等他自己犯错，或者逼他犯错。娘是说冯千户会设套，减粮就是一个套。100个人吃8成的粮，吃到第3个月就有人要闹。要是闹起来，魏百户要么跟冯千户低头讨粮，要么自己想办法。不管走哪条路，都有错处可以抓。铁牛，沈姑娘，这回东西多，半山腌鹿肉和2斗糙米。魏大人让送的。头说天冷了，让你们吃饱些，别饿出毛病来。肉，姐姐，好大一块。铁牛哥哥，这是魏大哥给的吗？是啊，头前2日带人猎了头鹿，自己留了一半，另一半让我给你们送来。姐姐，魏大哥人真好。铁牛，我有件事想托你帮个忙，你下回进城的时候，能不能帮我拿这根簪子去换个算盘？沈姑娘，你要算盘做什么？算账。行，我后天进城，顺道给你换了。簪子拿去换了，以后再遇上事，你手里就没东西了。有门口那2个兵卒在，暂且不需要簪子。头儿，库房的粮比上个月出的数又少了。少多少？合着算，前后加起来快3成了。这回连伙食的油都没拨下来。冯千户那边的书办说是年底核减空饷，各百户所都减了。李百户那头减了没有？我刚刚就是从李百户那里过来的，他们所一粒没少。那老小子的人头比老子的还多20个，他一粒没少，老子这头减3成。他娘的，核减空饷，核到老子头上来了！头儿，冯千户这是摆明了要掐咱们的脖子。掐就掐呗，老子的脖子粗，他掐得断算他有本事。库里还有多少粮？按现在这个吃法，还能撑1个半月。 100多号弟兄，老子不能让他们饿着肚子上哨。
要不去跟赵千户那边借点？借粮？今天借了赵千户的粮，冯千户明天就知道了，后天就能拿这个做文章，说老子百户所亏空。那怎么办？带人进山打猎。进山？这个时节大雪封路不说，猎物不好找，而且雪狼还不少。哼，雪狼肉也是肉。当年老子14岁就在雪山里猎过3天，几头雪狼还拦不住老子。你挑几个腿脚利索的弟兄，后天跟老子一起进山。好，我这就去办。头儿，前一阵子沈姑娘用那根银簪让我给她换了个算盘。算盘？她说是算账用的。那根簪子是她唯一趁手的东西，竟然拿去换了。进山之前，你再去沈家那边跑一趟。送什么？把老子那把短臂拿过去，他手里没了那根簪子，万一再出事，连个防身的东西都没有。再拿一袋糙米过去。这个是头让带的，头说你手里没趁手的家伙不行。这把匕首他自己用了好些年，你揣袖子里正合适。这是魏大人自己的。头贴身戴了3、4年，说是给你防身。头还说这刀口快得很，拿的时候小心些，别割了手。替我谢谢魏大人。姐姐，这是什么？魏大人送来的匕首。魏大人对我们真好，又送米又送刀的。那当然了，头的东西轻易不给人。这把匕首我跟他讨了2回都没给。贴身带着的东西，竟然说给就给了。头，那些猎物都分配给兄弟们了。这是千户府送过来的帖子。头，帖子上说什么了？鸿门宴都不会设，请人喝酒，拿张破纸写2行酸话，就想让老子去他的地盘上坐着等他割，就这路数还当千户呢。头，那他到底想干啥？是老子去了，他就知道老子怕了，接下来刀子会下得更快。老子不去，他也有话说。那不管去不去，都落他口实了。不去，口实就口实，老子又不是靠嘴皮子吃饭的。铁牛在。明天去沈家一趟，跟那个女人说，最近外头不太平，让她少走动，别的不用多说。问为啥就说你也不知道。可是我知道啊，不是冯千户那撇子的事儿吗？你知道个屁！滚！沈姑娘，头让我跟你说一声，最近外头有点不太平，你们一家子这几天别出门了，就在屋里待着。怎么个不太平法？这个我也不太清楚，头就让我这么说的。云贵，铁牛走了。走了。娘，魏大人让我们这几天别出门。出什么事了？铁牛没说，但能让魏大人特意嘱咐一声的，不会是小事。你打算怎么办？他进山打猎的事，怕是传出去了。我得去一趟百户所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有话和你说。铁牛没跟你说这几天别出门吗？有些话传来传去说不清楚，我自己来说。脚不冷？不碍事。不碍事个屁！脚趾头都冻紫了，你告诉我不碍事？进来说。魏大人让我这几天别出门，是因为冯千户有新动作了吗？你怎么知道？铁牛大哥说话的时候，眼神飘了2下。他是实诚人，说假话脸上藏不住的。哼，那小子，回头老子得教教他怎么撒谎。魏大人，冯千户是不是送了什么东西过来？你连这个都猜得出来？哼，冯世安送来了张帖子，请我去千户府喝酒。您不去？去个屁！不去是对的，但不去，他就可以拿这件事到上头参你一本，说百户骄横不敬上官。你接着说。
减粮、请帖，这些只是明面上的。冯千户上头应该还有人，魏大人知道是谁？指挥监制马东来，但那老东西常年不在幽州，冯世安跟他也不算亲近。马东来上头呢？节度使王庸。那冯千户跟节度使王庸的关系，大人知道多少？不清楚，你知道？我在盛京的时候，父亲书房里常年摆着各地武官的履历札记。王庸调任幽州的保举人是周彦廷，而冯世安在调入幽州之前，在中路军做过周彦廷的兵队长。冯千户跟王庸是同一根线上的人，他动你，未必全是他自己的主意。沈云贵，你怎么什么都懂？国公府的嫡长女，不学这些，学什么？冯千户要动你，不会只用减粮和帖子这些软法子，他需要一个你犯错的把柄，一个能递到王庸面前的实证。进山打猎这件事，他知道了。营地里这几天来了些生面孔，有2人一直在我家附近盯着。这些人不是冲我来的，是冲你来的。盯着你派在我门口的兵卒，盯着铁牛每回送东西的趟数，这些都是冯千户要拿来做文章的料。那老子还能怎么着？把弟兄们饿死？不能饿死，但也不能让他抓住。那些跟他不对付的总旗，就甘心看着他一家吃独食吗？你的意思是，冯千户能掐你的粮，是因为在卫所里没有能替你说话的人。但如果你身后不止一个人呢？沈云贵，你这是在教老子打仗？不敢，我只是帮自己打算。魏大人站得住，我和家人才活得成。以后有话别再让铁牛传了，你自己来说。铁牛，等会儿你去打听一个人。打听谁？北营总旗周大勇。周大勇，那个老周，你认得？见过2面，长得5大3粗的，脾气也大。上回在粮仓门口骂冯千户手底下的书办，骂了半条街。骂的什么？说冯千户的人把他家的牛强征了，他老娘70多了，就指着那头牛拉磨过冬了，征走了连个说法都没给。你把他约出来，就说老子请他喝酒吃肉。头儿，你什么时候跟人喝过酒？魏百户找我。来，坐。魏百户平日里跟谁都不往来，今天请我喝酒，不会是闲得慌吧？够劲儿。老周，听说你家那头牛被征了？冯千户手底下的人办的，说是充军需。你没找冯千户理论？哼，理论？我去千户府，人家连门都不让进。魏百户，你今天找我来，不会就是问我这头牛的事儿吧？不光问牛，你的粮减了多少？前后加起来也有2成了。你不是唯一被克扣的，我百户所减了快3成了，连伙食的油都没拨下来。他敢减你3成？他这是在掐我们的脖子，掐到你撑不下去了。你要么跪下来求他，要么自己想办法找补。魏百户，你找我来到底想说什么？跟老子搭个伴儿，以后有事互相照应一声。我们2个手下弟兄加一块170多号人，他再想一个一个掐，得掂量掂量。魏百户，你这人脾气大，嘴也不好听，卫所里没人敢跟你往来，你知道不？知道。那你今天怎么想起来找我了？老子想通了，跟着老子干，吃饱饭。不跟也行，但别挡老子的路。干了。头
头儿，沈家小丫头病了，受了风寒，脸烧得通红。多久了？沈姑娘说白天就开始烧了。头儿，这是你那包保命的药，你把这个给出去了，回头你自己受了伤怎么办？老子命硬，用不着。送进去，告诉他，药粉冲热水，量减半。头儿，你不进去？不进，他娘在里头。哦。唐儿，乖，把药喝了，喝完就不烧了。我不要喝苦。姐姐知道苦，你咽下去啊。明天姐姐给你熬肉汤喝。头儿，药喂下去了，沈姑娘说谢谢你。回去吧，你站这儿也帮不上忙。你先回吧。退了些，额头没那么烫了。再守守，后半夜要是不反复，就没事了。娘怎么醒了？天还没亮，再歇会儿。烧退了，退了，后半夜也没反复。云归啊，到了幽州也有些日子了，你跟魏百户打交道，你觉得他这个人怎么样？他做事粗，说话也直，不像京里那些公子哥儿会绕弯子讲场面话。但他答应了的事，从来没有反悔过。这些娘都看在眼里。铁牛隔三差五就往这儿跑，昨晚上那药是他们上阵救命用的吧？就这么给我们送来了。你知道魏百户，他家里可有妻室？我没有问过。罢了，你心里有数就好。葛三，你不是说过了年才下山？本来是，山里出了点事儿，我待不住了，提前跑了下来。魏百户，你跟冯千户那头是不是闹掰了？你怎么知道的？前天我在松岭北坡的密林，看见了冯千户手底下的人。松岭北坡，那儿离幽州可不近，他们去那儿干什么？他们在黑水沟那儿跟一伙骑马的碰了头，那伙人看着不是官军，马背上驮着好几个大包裹，用油布裹得严严实实的，有个包裹口子松了，露出来的是布匹，像绸面的。你还看到了什么？冯千户的人递给马匪头子一张纸，马匪就把马背上几个大包裹卸下来了。这种碰头你以前见过没有？以前没留意过，但那条路上每到入冬前后总有马匪出没，有几年在那个方向碰到过马队的蹄印，当时只以为是寻常的马匪过路，现在想来应该都是冯千户的人在跟马匪接头。这事儿你跟别人说过没有？没有，我下山直接就奔你这儿来了。好，这件事烂在肚子里，跟谁都别提。先在这儿歇一晚，明天一早走，别让人看见你来过。这么晚了，出什么事了？有件事得跟你说一声。这么说来，冯千户虚报损失，把军需物资倒手给了马匪变卖，利润两边分。应该是这么个路子。一个千户在边军做了10几年的黑账，倒卖军需通匪，满营上下居然没一个人举报，没一个人查，要么是所有经手的人都拿了好处，要么是知道这事的人都死了。你是说这件事不是他一人在干？至少在幽州这一头不是，物资出城得过城北粮仓和西门直哨，这2个地方的人一定被打点过。所以你觉得得先彻查他背后的整条关系网？不光要查，还要忍。
先暗中攥紧他通匪交易的把柄，等证据攥实了，一封密信递上去，不用我们动手，自然有人来查。不愧是我魏州看上的人。你怎么了？哦，没什么。时间不早了，你早点歇着，我先走了。你们魏百户这些日子变了个人似的，怎么突然开窍了？嘿嘿，头那是想通了吗？他那个犟脾气还能想通？谁劝的？你？我可没那个本事，是有人给头出了主意，那人脑子可灵光了，算账比军需官还快，画条线就能把冯千户那头的路数摸得一清二楚。这么邪乎？谁呀？没谁，我瞎说的。哼，头，我好像闯祸了。怎么了？今天我和周大勇喝酒，多嘴了。说什么了？我就说大人背后有人出主意。你没说是谁吧？没有，我后来马上改口说是瞎说的。头儿，轻点儿。下次再多嘴，老子把你的舌头割了喂狗！快滚！周大勇不蠢，铁牛这几句话未必猜不出端倪。铁牛大哥漏了这半句，不算全是坏事。什么意思？魏大人想一想，周大勇愿意跟你搭伙，是因为什么？因为老子拳头硬。幽州拳头硬的人不止你一个，周大勇跟你搭伙，更看重的是你能不能带他往对的方向走。事实让人知道你魏征不是一介莽夫，也不是什么坏事。你是说这样反而能让他更放心跟老子搭伙？只会打的人走不远，能打又能帮他出主意的人，才会让他打心眼里服气。沈云贵，老子发现一件事。什么事？老子越来越习惯听你的了。大人不是在听我的，是听你自己的。我只是把你心里想到的东西理了一遍。头儿，你看那云不对，往下压的。我在幽州这些年没见过那种压法。老郑，这天你怎么看？军爷，赶紧囤柴吧。怎么说？这种天，30年前见过一回，落了7天的雪，城北那片矮房全压塌了。快的话，今晚就变天，最慢撑不过后天。铁牛，库粮能够几天的？省着点的话，能够6天。去叫周大勇过来，准备进山。魏大人，天要变了，这几天别出门。魏大人，这什么？手套。魏大人进山的事，铁牛大哥昨天提了一嘴。山里冷，戴着能顶些用。你手冰得这么厉害，手套还是自己留着吧。我不进山，在屋里待着不碍事。知道了，别省柴，冷了就烧。快进来，别在外面硬撑。沈姑娘，头吩咐过，我们得守在外头。真动出好歹，你们头儿回来找谁算账？沈姑娘，那梁是不是在响？不好，这梁撑不住了。云贵，出什么事了？云贵，没事，娘，我在。沈姑娘，你的胳膊出血了。糖糖，有没有哪里疼？姐，屋子塌了，我怕。我知道，你没受伤就好。娘，别说话，省些力气。里面有人吗？头儿，我们在里面。这怎么弄的？屋顶塌了，被断木刮到了。魏大人，别动！你怎么哭了？没事。
眼睛都红了，还说没事。铁牛，营地东头那间旧房子还记不记得？记得，拐2个弯就到，不远。这屋子撑不到天亮，现在就转移过去。魏大人，怎么了？暴风雪这么大，你本该在山里扎营避风的，为什么回来了？不放心，回来看看。谢谢你，魏大人。头儿，昨晚冷不冷啊？烧你的水。嫂子，你脸怎么这么红？是不是冻着了？嘴欠是不是？姐姐，你昨晚是不是靠着魏大哥睡的呀？糖糖，那是你做梦了。我没有做梦，我半夜醒了一会，亲眼看到姐姐靠在魏大哥怀里的。我去营地看看情况。头儿，等等我！营地里什么情况？好几间棚子都塌了，雪埋的只剩个顶，辽民们散的到处都是，东一个西一个的。那你的人呢？山上有山洞，兄弟们暂时撑得住。周大勇那边还没收到消息。营地里还剩多少人？少说的有5、60口。魏大人，你现在有几处地方能藏身？城西马厩后面有2间石屋，塞30、40个人不成问题。那营地里还有多少人能动弹？青壮劳力加上半大小子，怎么也有10来个。那就够了。你又在打什么主意？之前冯世安扣粮，再加上这几天的暴风雪，营里的粮食已经不够吃了。如果你把粮全给手下弟兄，导致营地的流民被饿死，会被冯世安抓到把柄。所以你想怎么办？把人集中起来，搬到你说的那2间石屋里去，统一分粮，统一烧火，统一管。统一分粮？老子的粮本来就不够，所以不能白分。流饭里头有壮劳力，让他们干活，干1天活吃1顿热粥，不干活的不分粮，以工代赈，不是施恩，是交换。你这脑子是怎么长的？沈姑娘，那些流贩凭什么听咱们的？凭他们想活。冻死和饿死只差1步的时候，谁能给他们一口热粥，他们就听谁的。成，就按你说的办。娘，你怎么咳血了？烧得这么烫。云归，我这条命怕是撑不了多久了。娘，不许你说这种话，我这就去给你熬药。没用的，娘的病根在心肺，普通汤药没用，要续命得100年老参才行。可幽州这地方哪儿寻得到这种稀罕物？娘，你不会有事的。那个魏征是个好人，娘要是真熬不过去，有他护着你，我也就放心了。娘，您别胡思乱想，我一定会让你好起来的。头儿，刚刚听守门的兄弟说，沈姑娘她娘昨晚上咳血了，她娘发烧的厉害，沈姑娘屋里的那些草药都不管用，得用100年老参才能治她娘的病。100年老参，这东西幽州城里有吗？我打听过了，那东西得是京城才有的货，幽州这地方都没听说过。哎，山里呢？山里？头儿，你不会是想……我问你有没有？以前听葛三提过，说松岭最深处的背阴坡上见过野参的叶子，但那地方连他都不敢钻。去年有个猎户带3个人进去，就回来1个。头儿，你真要进山？大哥，那沈姑娘的娘又不是你的，况且这种天气进松岭深处，那是拿命在赌。命是老子的，老子乐意赌。
头儿，丧气什么？老子命硬着呢。行了，别那个死样子。还有，沈姑娘那边，别让她知道我进了松岭深处。就说老子带人去外围打猎了。为啥？她知道，老子就走不了了。铁牛，我来看看老太太。魏大人呢？这几天怎么没见他过来？头儿带人出去打猎了。这种天气去打猎？头儿说弄点肉回来，给弟兄们补补身子。铁牛，你一说谎就往左边瞟，别绕弯子。他到底去哪儿了？头儿进山去找百年老参了。这鬼天气进山，那要出人命的。魏征怎么是个这么拎不清的？他去几天了？3天了。头儿走的时候说3天后肯定回来。沈姑娘，雪太大了，你就在屋里等。百年老参，给你娘。魏征，魏征，你别睡，你听见没有？你别睡。大哥，叫赵长生，快！沈姑娘，赵大夫来了。这伤太深了，肉都冻僵了，里头怕是已经开始溃了。赵大夫，您再仔细看看，我们头儿命硬，他从死人堆里爬出来都没事儿，肯定有法子的。唉，法子是有，得立刻把烂肉刮了，把伤口缝上，才能留得住命。可你看老朽这手，连针都拿不稳，这一针下去缝错了地方，反倒送了他的命。赵大夫，我求您了，您再想想办法。不是老朽不帮，我实在是无能为力呀。我来。沈姑娘，你说啥？铁牛，你去找绣花针、蚕丝线，再打一壶最烈的烧麻子酒。沈姑娘，你要酒干啥？洗伤口。姑娘，你疯了！拿烈酒冲伤口，能把人活活疼死。疼死总比烂死好。姑娘，你以前给人缝过？不过我小时候跟老大夫学过药理，清创缝合的步骤我都记得。沈姑娘，东西找来了。只是那一场崎岖风长相拥，月明亮，趁必然苍霜，杀风莲不过是为激动光景难抵抗。让我去热一手吧，点燃世间的虚妄，谁的花火绚烂几场才算不完。沈姑娘，你休息会儿吧，我来守着。他的伤口每隔1个时辰要检查一次，还是我来吧。
沈云归，你醒了。脉象稳了，没事了。放心，老子死不了，不然谁护着你？我去给你熬药。你干什么？躺够了，起来走走。现在缝了3天，你睁开先试试，躺回去。你是不是哭了？没有，你刚退了烧，别乱动，我去给你煎药。头儿，你可算醒了！我昨晚上炖了鹿肉配干菜叶子，你今儿得多喝2碗。嗓门收着点儿，我还没聋。头儿，你命真硬，那100年老参都没用多少，你自己就扛过来了。那参呢？沈姑娘切了一小段给你煎药，剩下的都给老太太配药了。头儿，沈姑娘给你缝针的时候，我在边上看着，她一开始手都抖，这几天她一直守着你，都没怎么睡。知道了。娘，喝药了。云归，魏征身上的伤重吗？腹上一道口子，缝了30多针。云归，魏百户进山那几天，我满脑子都在想，要是他死在了山里头该怎么办？你又该怎么办？沈姑娘，这是百户所的账本，上个月的存粮数和兵源册都在这里头。你的粮册和兵源册是分开记的？对啊，一直分开的。我看你这只记了存粮总数，入库和出库呢？以前只管够吃就行，没记那么清楚。把所有的账本都拿过来。去拿。你这算盘打得挺溜。从7岁打到19岁，不溜也该溜了。沈云归，你跟我见过的女人都不一样。你见过几个女人？老子的意思是，你厉害。我知道你的意思。沈姑娘，账册都拿来了，你看看吧。你看出什么来？你的粮仓上个月入了420担粟米，但账面上只记了370担，少了50担。那50担被冯千户克扣了，但你的账上没有记这个差额。这是你现在库里实际的存粮，最多能撑到下月初8。你怎么会知道库里有多少粮？你的账册上记着日期，我用日期反推的，误差不会超过50。老子打了10几年仗，头一回觉得自己是个蠢货。铁牛兄弟，冯大人听说魏百户抱恙，特地写了封帖子来问安，劳烦你递一递。刘某还有别的差事，告辞了。头儿，冯千户的人来了，送了这个。闻魏百户偶感风寒，恙于营中，千户甚为挂怀。百征抱恙之际，恐难兼顾，千户愿代为分忧，暂管百户宿所日常调度。偶感风寒，哼！老子被狼开了膛，叫偶感风寒。这孙子以为老子快死了，想趁这个时候把老子的兵权吞了。头儿，那咱们怎么办？老子去找他聊聊。头儿，您这伤还没好呢，走到百户所都够呛，更别说去千户那边了。走不到也得走。老子要是不露面，那帮孙子真当老子死了。你现在去，就是送死。老子不去，他就要来抢了。他抢不走，他帖子上写的是暂管，说明他还没下定决心。他现在是在试探你的虚实。那你说现怎么办？让周大勇带几个人
以探病为名到这里来坐一坐。冯千户的人看到周大勇来了，就会知道你虽然伤着，但你的同盟没有散。沈姑娘的意思是让冯千户知道头这边有人撑腰？不止如此，周大勇来了以后，你们正常说话，但有一句话要让冯护会的人听见，就说你在养伤的这段日子，百户所的粮草和调度，你的内人在打理。内人就是个说法，只要让他知道有人在管，他就没有借口伸手。卫所里百户的内人可以代管家事，这不算逾矩。你去找周大勇，让他明天带2个人来坐坐，就说老子伤了腿，走不了远路。伤了腿？对，就说腿伤，肚子上那道口子，知道的人越少越好。你盯着那块板子都快看了半个时辰了。我在想，怎么把冯世安拉下马。他跟马匪勾结倒卖军需，我们有葛三的证词，还有交易的时间和地点，直接拿去告他。你一个百户，拿着证据去告你的顶头上司，你告给谁听？马千世常年不在幽州，对冯世安的所为一贯不问。你告到他跟前，他是帮你还是帮冯世安？那告给谁？告给能管得住冯世安又跟他没有瓜葛的人。你是说魏指挥使何凤和？没错，何凤和是经理直接放过来的人，跟本地这帮人搭不上边。冯世安通匪调卖军需，是杀头的罪，但证据光有口供不行，我们至少需要3样东西。哪3样？第一，能证明物资去向的运送清单；第二，经手人的过户供词与葛三的证词要能对上；最为重要的是，一条能把这些东西递到何指挥使面前的路。头2样好办，主要是第3条的路该怎么走？找个人替你递上去。可这个人该去哪里找呢？这我已经想好了。想好了？谁呀？卫所里的赵大夫。你是说赵长生？没错，前2天他给你配药的时候，我跟他闲聊了几句。他有个师弟叫赵明远，在卫指挥使府做文书。如果能通过赵大夫把冯世安通匪的证据递到他师弟赵明远手上，再由赵明远呈给何指挥使，这条路就通了。到时候何指挥使收到东西，自然会派人下来查。你的意思是借刀杀人？不是借刀杀人，是替天行道。冯千户的粮仓运送清单我拿到了，只是这件事真的能成吗？你放心，有人已经帮老子算好了。上回铁牛喝多了跟我说，你身边有个会算账的军师，我当时还不信。铁牛那个混账，嘴上没个把门的。能让你魏征甘心听话的人，老周我还是头一回见。老子什么时候听过谁的话？哼，你刚刚看人家的时候，哈喇子都快流出来了。周大勇，你来是送东西的，还是来扯犊子的？送完了，该扯的也扯了。魏兄弟，你好好养伤，外面的事儿有我盯着呢。好好待人家。周总骑慢走，改天来喝酒。少喝点吧你，上回喝多了，差点把嫂子的事也说出来了。我哪有？行了行了，回去看着你家头，别让他乱动。赵大夫，喝口水歇会儿。沈姑娘，有事儿？我看您在配药。魏百户底子亏得厉害，该用黄芪配当归补气无血，可黄芪用完了，这破地方到哪儿去找？只剩些防风和白术，打不出方子来。防风配白术，加上一味甘草也能用。怎么个用法？防风走表，白术补中，甘草调和，3味合在一起，虽然不能补气血，但能固表止虚汗。魏百户现在最要紧的不是大补，先用玉屏风散把虚汗止住，等伤口完全收口了，
用山药和红枣煮水，慢慢养也养得回来。你这药理是跟谁学的？家里的老大夫教过一些，书上看过一些，都是死记硬背的东西。死记硬背能记出玉屏风散的加减法来？老头子行医30年，到头来一个国公府的姑娘，比我肚子里的墨水都多。赵大夫，您手边还有没有别的药材？荆芥和薄荷还剩些，桔梗也有半把。荆芥能用，配防风和白术，再加上桔梗，可以做一个简易的扶正方，比单用玉屏风散要稳妥些。沈姑娘，你要是早生20年，我师父一定要收你做关门弟子。赵大夫在这卫所待了有10多年了吧？17年03个月。唉，我一把老骨头都快在这疙瘩地方握烂了。不过也不是熬得没奔头，我师弟赵明远隔3俩月就给我捎封信，还总塞点好茶好药过来。赵大夫，我问您一句话，您不想答就当我没问。你问。冯千户治下的幽州卫所，这些年的军需账目，您多少也看过一些吧？我是个大夫，军需的事儿跟我不搭沾。但您在卫所17年，军需进出多少药材，您心里应该清楚吧？沈姑娘，你想说什么？冯千户跟马匪做买卖的事，您知道吧？冯世安那些事儿，营里稍微有点眼力的人都心里有数，但有数又怎样？谁敢开口？赵大夫，这次我娘咳血，卫署药材库里连只像样的老山参都找不出来，所以魏大人才冒着命进松岭去找。这些年拨下来的药材去哪儿了？您比我清楚。3年前有个叫陆六的小兵，跟北敌拼杀中了3箭，抬回来的时候人还有气，但库里该有的金疮药和参片一样都没有。第2天我在城门口亲眼看到冯世安的人把那些药搬上了车，往黑市去了。我当了17年军医，救了不少人，也有不少人救不回来。可陆六那小子本来是能活的。郑姑娘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一个想让冯世安倒台的人。你想让我做什么？只是递个东西。好。东西交给赵长生了吗？他昨天就出发了。那要是何志指挥管事过来查的话，也是在10天后了。这期间冯世安肯定会打听你的伤势，确认你起不来，好名正言顺的把你调走。那怎么办？所以我们还要走第2步棋。什么棋？从今天起放出消息去，就说你伤好的差不多了，过2天要亲自去千户府走一趟。你要老子去千户府？不是真去，是让冯世安以为你要去。我们要逼他先动手，等何指挥使的人到的时候，看到的就不是一桩陈年旧账，而是一个做贼心虚的千户。沈云贵，你这脑子到底怎么长的？你以为都像你一样，脑子里只想着打人？头儿，冯千户派人送来的。几时送来的？就刚刚。他这是要把咱们的人一锅端了吧？铁牛，去门口守着，别让任何人靠近。哎，让你去，你就去。你让老子去？去，但只带铁牛和10个人，其余的人留在营地，由周大勇暗中节制。老子带10个人去他的窝里，不是去送菜。你到千户府之前，魏指挥使的人会先到。你算得这么准？赵明元回信了。何指挥使看过那份木对调表以后，当天就点了亲卫队出发，按角路算，后天卯时之前绝对到幽州。那我到千户府的时候，何指挥使的人就已经在里面了。所以你带10个人就够了。
你去千户府不是去打架的，是去看戏的。想什么呢？老子在想，你要是个男的，老子早跟你拜把子了。幸好不是。头儿，门口的警卫不对。这是何指挥的人？来者何人？幽州卫所百户魏征，奉千户调令前来听训。进吧。这是指挥使的亲卫队长，去年秋访的教院上见过一回。头儿，里面好像在审人。冯世安，这份运送清单上的数目，你作何解释？这是有人伪造的，下官从未见过此物。哼，伪造！粮仓书上孔令的亲笔供词也在这里，你要不要看看？魏征，是你！冯大人，早啊！幽州卫所千户冯世安，经魏指挥使何大人亲令查实，犯有以下罪行：其一，冯世安与松陵北坡黑水沟一带的马匪长期勾连，以军需物资交换银两，累计倒卖粟米不下300担，绸缎布匹若干，盐铁若干。其二，伪造账目，虚报损耗。其三，纵容手下管事孙猛在流放营中横征暴敛，克扣流犯口粮、中饱私囊，致使多人冻饿而死。其四，虚报战损，将阵亡军士的抚恤银两据为己有。冯千户，你可有话说？魏征，你别得意，你以为你干净？啊！魏称他私蓄流犯，与罪犯家眷暗通款曲，违反卫所军军规，请大人一并查办。拿来。大人请看，第一份是流犯沈氏一家的流放文书，上面有刑部的大印和幽州接收的签章，身份明白，来路清楚。第二份是白户依照卫所安置条例，将无力自存的老弱流犯临时收录于营区附近的申报文件，上面有流放营管事的画押和白户所的用印。文书格式合规，笺章齐全，不违军规。大人，他身后有人！冯大人，老子身后站的都是弟兄，你看得见。冯世安所告之事，经查无据，不予采纳。魏指挥使何大人有令，幽州卫所千户冯世安罪证确凿，即日革职查办，移交冀州按察使司会审。其所辖千户所兵马即日起就地整编，不得擅动。空缺千户之职，暂由百户魏征代行，统辖原千户所全部兵马及军务。魏百户接令。头儿，你刚才在院子里说的那些话，什么条例第7款，什么签章齐全的，是沈姑娘教你的吧？怎么了？没怎么，就是觉得嫂子真厉害。孙爷，孙爷，不好了！冯千户被何指挥使的人拿了，魏千户朝这边来了。孙猛，你管流放营3年，克扣口粮，冻死饿死的流犯，名册上记得清清楚楚，当斩；夜闯民宅，意图施暴，按军律当斩。大人饶命，都是冯世安的主意，我就是条狗，您饶我一条狗命。你自己了断，还是老子帮你？大
大人饶命！大人饶命！铁牛，拖出去，斩了。回来了。孙猛斩了。知道了。恭喜魏大人。这声恭喜，老子不要。那你想要什么？我先把参汤喝了吧。唐儿，跟娘去那个屋子帮娘捶捶肩。可是娘，姐姐和魏大哥他们在那儿。你姐姐在喂药，别去捣乱。头儿，这冯世安真他娘的会享受。嘴上干净点儿。哦，头儿，这些东西怎么办？臣的压手，看来是真金，拿去换粮。头儿，这东西值不少银子吧？值多少换多少，一粒都不许克扣。再找2个人来把这间屋子扫一遍，桌子擦干净了，地面也冲一遍。好嘞。铁牛，去给沈家送1捆柴和2袋精米。头儿，你现在好歹是代千户了，送的是不是少了点儿？送多了不行。为啥？老太太脾气大，送多了以为老子在显摆。你这当千户了，想的头一件事儿，竟然是丈母娘会不会生气？你说什么？没说什么。魏兄弟，不，魏大人。少来，叫魏征就行。成，魏征。坐吧。铁牛跟我说，你代行千户之职，管冯世安留下的全部兵马和军务。我那边的52个人，你打算怎么安排？留在北营不动，你还是总契，该干什么干什么。那我这颗心算是放下了。魏兄弟，有句话你别嫌我多嘴，你但说无妨。冯世安倒了，但他上头还连着人，节度使那头不会罢休的。你这个代千户做的稳不稳，还得看后面的牌怎么出。老哥放心，我心里有数。行，你有数就好。铁牛哥哥，这么多柴火，够烧好久了吧？那肯定是够的。头儿说了，往后每3天送1趟，绝对不让你们断火。这是精米，头儿特意交代的，说老夫人身子弱，得吃细粮养着。沈姑娘，头儿说往后缺什么，让你直接跟我说，不用省着。我知道了，替我谢过魏大人。魏大人今天下午过来，你自己跟他说吧。姐姐，魏大哥下午过来，我要不要躲起来？你躲什么？铁牛哥哥上次说，魏大哥跟姐姐说事的时候，不喜欢被人打扰。他跟你说的话，你倒记得清。头儿，这些烂绸子要不要也拿去换粮？先放着，等算清了数再说。边关武将的谱系，欠信文，1品武勋家传兵器史德刻，文中藏官印拓文及传承序号。魏国公魏青云，
镇北大将。灯儿，这刀是咱魏家的命根子，到死都不能丢。头儿，你去哪儿？找沈云归。今天来的挺早啊。上次你磨着刀的时候，是不是看出什么了？你发现了什么？这是什么文？欠信文。干什么用的？前朝规矩，1品以上5勋，在家传兵器上刻的，文里藏着官印和传承序号。这把刀，你爹没跟你说说来历？他就说这是命根子，不能丢。你爹叫什么？魏山。你爷爷呢？不知道，他没提过。这件事先不要声张，回去把库房里所有和前朝武将相关的文册都锁好，别让人碰。你觉得我跟那个魏国公有关系？磨损太重，我不能断定。但如果真有关系，这把刀就不只是一把刀了。好，我回去锁文册。今天的汤比昨天稠了些，加了1小节山药。赵大夫说山药健脾，配着参汤喝能养气。外头暖和了。冰在化，日头也出来了。扶我到门口看看。把腰给老子挺直了！咕噜噜的，谁在叫你们这么站的？周大勇，你排最后那第3个是不是没吃早饭，腿都抖成筛子了？出来跑20圈！魏征，你个混球，自己伤都没好利索，搁这儿折腾人！老子伤好没好跟你没关系，叫他出来跑！这个魏征倒是个实诚人。娘，他在操练兵卒，跟实不实诚没关系。傻丫头，我说的不是操练。云归，你比你爹还聪明，你能一人扳倒一个千户，能帮魏征坐稳位置，能把账目算得分文不差。可有些事，不是光靠聪明就能解决的。你心里有他，别跟娘装。当初在盛京，蒋家那公子，你也是这样，什么都埋在心里。结果呢，他一纸退婚书，让你丢尽了脸面。他跟蒋玉宸不一样。你终于肯说了。他是个粗人，说话不好听，做事也不讲究。可他说的每一句话，做的每一件事，都是实打实的。头儿，今天来的人多，万一有人不服气闹起来怎么办？又不是请他们吃席，椅子够了就行。魏征，今天这场面够大的。少废话，坐好了。那个瘦脸的是赵千户底下的副骑刘贵，旁边那个是他带的人。今天找各位来就3件事。第一件，冯世安在任时克扣的粮食数我已经算清了，这2天铁牛带着清单按编制补全，一粒都不会少。好。第二，冯世安私设的摊派杂税全部取消，军户家眷不再强征劳役。魏大人，冯世安以前的欠条算不算数？什么欠条？冯千户在的时候，说北营修灶台用了多少砖多少灰，从军库口粮里扣，打了欠条说来年补，可1年过去也没见1粒米。留下，回头一起清。第3件事，松里南坡从今天起开放，军户家属可以上山拾柴采药，不再设禁。痛快！
那个刘贵看着不太好说话。不急。头儿，你去哪儿？去送个东西。给谁？你管得挺宽。那个刘贵做了一整场没吭声。他不吭声就对了。赵德全的人不会第一次就表态。那我要不要找他单独谈谈？急什么？让梁氏替你说话。补发粮的数额算好了，你让铁牛按名册一户一户发，不要让人堆在一起领。拿好了，回去歇着吧，伤口别扯着了。铁牛哥哥，这都是什么呀？账本，头让送来给你姐姐看的。沈姑娘，千户府库房里的指头全在这儿了。冯世安3年半攒下的账，有些都被老鼠啃了，凑合看吧。这些按年份排过没有？没有，库房里就那么堆着的，我就原样搬过来的。娘，堂儿，帮我把这些按年份分开。你一夜没睡？快了，再有2天就能出数了。娘，有件事你帮我看看，这里有一笔银子，从前3个季度都没有，第4季度忽然冒出来了，数目不大，30两。上头写着什么名目？没有名目，只盖了个花押，收银人的栏空着，旁边写了一个字。节度使叫什么？王庸。这笔银子你打算告诉魏征吗？不急。云归，你是想……我什么都没想，有些东西先留着，至于何时动用，看时机再说。你比你爹心细。账本理完了，这是查出的问题。1200担粮，400两盐铁银，600两抚恤金，这些够冯世安掉3回脑袋的了。这份你拿去交差，何哲会派人来查，数目要对得上。那个营地东头有户空房子，去年冬天冻死绝了户的，2间正房，1间灶房，院墙还算齐整。然后呢？我让人已经把里头收拾好了，你们明天搬过去。搬过去？这房子漏风，你娘的身子刚好些，不能再吹了。前2天夜里我过来巡了一圈，风从窗缝灌进来，你裹着被子还在打颤。魏征，我是流放罪犯。我知道。冯世安刚倒，你就给我安排住处，传出去别人怎么说？那总不能让你们一直住这破地方，你娘身子扛不住。你说的空房是绝户军户的宅院。地契还在卫所名下。那就不是私售官房。按律，绝户空宅可重新分配给无房军眷暂住，不算逾矩。但有个前提。什么前提？这事儿你不能出面，得让铁牛去办。就说是卫所统一清理空房，造册分配，沈家只是其中一户。老子自己的人搬个家，还得绕这么大一圈。你说什么？没什么。姐姐，新房子有院子吗？有。那有灶台吗？有。铁牛哥哥说灶台砌的挺大的。
那今晚能烧热水洗脚吗？别说洗脚了，你魏大哥让人在灶房里支了口大锅热水管够。魏大哥真好。头儿，有事。今儿早上，我手底下叫石头的兵，他爹昨天在北坡往冀州去的山道上，看见了一串新鲜脚印。脚印是什么样的？穿的是布底快靴，步子急。他爹说那靴底右脚外侧磨得特别厉害，走路的时候会往外撇。朝什么方向去了？一路往北，直奔冀州。那走路姿势应该是冯世安手下的前四，他右腿受过伤，走路时右脚往外撇。这么说的话，我倒想起一件事。什么事？冯世安倒台那天早上，有人看见前四翻墙出的千户府。这么说，他提前知道消息的。不光是知道消息，冯世安倒卖军需的那条道，前四全门清，还有冯世安手底下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儿，他全经手，包括你身边那个帮你出主意的人，他都知道。我知道了，你去安排2个腿脚快的老兵沿北坡追，能追上最好，追不上就摸清楚他的路线，今晚之前给我回话。是。头儿，追了1天1夜，在北坡半山腰一个窝棚里找到了生过火的痕迹。人呢？人没影了。窝棚往北的路被融雪冲过，脚印全断了。行了，你俩下去歇着，跟谁都不许提。是。头儿，要不要再多派几个人？不用了，我去一趟沈家。来了，粥还温着，快吃吧。先不着急。出什么事了？前四跑了，往北奔了冀州，我让周大勇带人追了，没追上。他往北跑，只有一个去处。你是说节度使王庸？我在查冯世安的账簿时，发现他每年往冀州送的银子和军需，一大半经王庸的手。你怎么不早说？那时候冯世安还在，说了你也动不了王庸。前四比冯世安精明，他不会空着手去。你这边的兵力部署，就是他给王庸的见面礼。那现在该怎么办？王庸拿到消息，短期内还不敢动你。为什么？何凤和刚办完冯世安的案子，眼睛正盯着这边，他不会这时候往刀口上撞。但3个月后换防，那是他名正言顺伸手的机会。3个月后，在他出手之前，把幽州变成铁板，让他插不进来。赵德全那个老滑头，他会跟咱们站一边？他会不会，得先看他怕什么。明天你去见他一面。见面说什么？你是新任代千户，去拜访同级，聊聊冯世安的善后，别的不用说。那见他有什么用？看他的反应，他说的每一句话，你原封不动回来告诉我。你让老子去当探子？不是探子，是喝茶。魏兄弟来了，快请坐。粗茶，魏兄弟别嫌弃。赵大人客气了，我在南营喝的也不比这个强。冯世安那阵子在的时候，好茶可都在千户府里，咱们底下的人哪有份儿？今天我过来是以新任代千户的身份跟您通个气儿。冯世安的案子按察使在审了，后续的善后归我管。南营的事我已经理顺了，但北营这边我不熟，想请赵大人提点一下。魏兄弟客气了，你年纪轻轻就做了代千户，前途不可限量啊！赵大人过奖了，我就是个粗人，打仗还行，管事不在行，少不了要请教您这样的老前辈。魏兄弟太谦虚了，你扳倒冯世安那一手，可不是粗人干得出来的。赵大人，北营现在有多少兵？加上家属，拢共700来人，吃穿都够，就是甲胄军械太旧了，有些刀都卷了刃。冯世安留下来的那批军械库存里，还有一些铁料和半成品，回头给你们拉一车过来。
魏兄弟，你不必如此。你是我的同僚，军械匀一匀是应当的。魏兄弟，说句老实话，你这趟来摸我底的吧？我呢，没什么本事，在这个位子上12年了，就图个安稳。冯世安的来去，我看在眼里。你今天来，不管是诚心还是试探，我只有一句话：我不碍你的事儿，你也别让人碍我的事儿。赵大人放心，我没那么多弯弯绕绕，来就是认个门。既然魏兄弟是敞亮人，那我就放心了。这么说来，赵德全是个怕死的人。那他能用吗？能用。怕死的人最好用，只要让他知道，跟我们比跟王庸安全。铁料先送过去，剩下的事等春耕令颁下去之后再说。什么春耕令？凡卫所名下荒田，一律开放军户及流犯家属耕种，秋收缴30%，余粮自留。有地种，有粮吃，人心才真正踏实。新政3条管得了一时，管不了一世。地里长出来的粮食才是硬东西。这上面写的是真的？我家头亲自签的令，盖了千户所的印，你说是真是假？铁牛大哥，种子从哪儿来？卫所粮仓借支，秋后以粮还种，借多少还多少，不收利。当真不收利？当然是真的。明天你们就可以去领地了。哪个营的？叫什么名字？南营的刘二柱。家里几口人？以前种过地吗？3口人。来幽州之前，我在老家种了20年的地。你想领多大的地？3亩，行吗？3亩旱田，春播谷子和高粱混种，种子借支约需3斗6升，秋后还相同数量，余粮按70%自留。谢谢沈姑娘。当家的，走吧，后面还有人等着呢。你家小子的病怎么样了？好多了，能吃能喝，昨晚上还喝了2碗粥。多亏沈姑娘的草药，真是救命的菩萨。能吃能喝就好。你想领几亩？2亩就行。我那口子身子不好，下不了地，我一个人带着孩子，种不了太多。都登完了？登完了，种子借支的量和地块分配，明天再核一遍就能定。周大勇媳妇儿烙的饼，他非给我塞了几张，你留着吃。你自己吃了没有？我不饿，你忙完早点休息。涛儿，你左手提的什么？兔子。右手呢？糖块，从军需仓里找出来的，还有半斤。头儿，你这是上门提亲去的？滚远点，别跟着！伯母来了，坐吧。这兔子是你猎的？今儿早在东坡的套子里逮的。糖块呢？军需库里找出来的，冯世安那阵子囤的，还有半斤没动过。你家中可还有长辈？没有了，爹娘都不在了。你从军几年了？14年，12岁上的阵。12岁？军户家的娃儿能拿动刀就算兵了。往后打算怎么过日子？我这条命是他救的，往后他在哪儿我就在哪儿，以后我都听他的。兔子我收下了，糖块留给糖儿，那丫头嘴馋。伯母您坐着，兔子我来收拾。
你一个大男人，在我这院子里杀兔子像什么样子？放那儿就行。云归回来了会弄的。魏大哥，进去，没你的事儿。伯母，那我先回去了，有什么缺的您跟铁牛说就成。哎，头儿，怎么样？老太太说什么了？走，别在这嚷嚷。娘，魏大哥是不是脸红了？你看见了？看见了。蒋公子来咱家的时候，可从来不会脸红。蒋家那个人，所有的举止都是算计好了的，连给你姐姐递杯茶，都要先看看袖口折得齐不齐。你看这糖块包的，皱得像个烂抹布，一看就是不会包东西的人。好甜。娘，你也尝。行了，别吃多了，等你姐姐回来再吃。头儿，赵德全那边送了这个。兹公请魏代千户携令家眷至赵府小酌。令家眷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您的家里人呗。赵德全这老东西什么意思？要不您去问问沈姑娘。赵德全送来的。他倒是客气。什么意思？赵德全上次见了你，回去琢磨了几天，坐不住了，他派人来送帖子，说明他在试探你的底细。试探什么？你还记得上次你去北营，他说我不爱你的事，你也别让人爱我的事吗？记着呢。这话的意思是他不想站队，只想保全自己。可这才过了几天，他就主动下帖子请你赴宴，这不像一个只想保全自己的人会做的事。你是说这帖子有问题？帖子没问题，问题在这3个字上。流放罪犯不能被称为家眷。赵德全在卫所待了12年，这点规矩他不可能不懂。那他为什么这么写？他在看你怎么接。你若带我去，那就是公开承认你与一个在册罪犯有私情，他就有了拿捏你的筹码。你若不带我去，那就说明你有所顾忌，他就摸清了你的底线。这老东西。你回帖就说这一句话。魏征代千户谢赵千户后裔，改日登门叨扰，就这一句，不提你的事儿？不提。为什么不能直说你是我的人？我现在是罪犯，你是朝廷命官，在没有正式文书改变我身份之前，你我之间的任何公开关系都会成为别人攻击你的把柄。老子不怕别人说。我知道，但我怕。头儿，今天练得太狠了，弟兄们腿都软了。软了就继续练，练到不软为止。可也得让人喝口水吧？喝什么水？敌人打过来的时候让你停下来喝水吗？你家老大今天怎么了？吃火药了？头心里不痛快。谁惹他了？赵德全那边送了个帖子，上头写了“令家眷”3个字儿。沈姑娘看了后跟头说，现在不能公开认他。那把沈姑娘的罪疾消了不就行了？罪疾这东西得朝廷下旨，头想给他一个正式名分，可目前没有法子。你告诉老大，有用得上我周大勇的地方，不用客气。头儿，天黑了，您不回去歇着？铁牛，你说一个人想给另一个人撑腰，撑到天底下谁都不敢动他，得做到什么份上？头儿，这话太大了，我听不懂。他说他怕我被人拿住把柄。
老子这辈子打仗的时候没怕过，挨刀子的时候没怕过，下山猎雪狼的时候也没怕过。可他说他怕，老子就什么法子都没有了。头儿，沈姑娘不是怕您，她是怕您受牵累。走，跟我出去一趟。头儿，这么晚去哪儿？头儿，回吧，他睡了。沈姑娘，城门口来了个人，说是您家的丫鬟，叫碧桃。人呢？倒在城门洞子里，你快去看看吧。小姐，老爷从狱里托人带出来的，奴婢没用，走了4个多月。别说了，先喝水。把他背回去，叫赵长生来看看。家中大罪已定，望妻女在幽州保全性命，勿以翻案为念，世道显赫，苟活即可。小姐，奴婢在路上听人说，京里的案子判了什么？说是秋后问斩。你先歇着。碧桃怎么说？爹信里只说苟活，可他把这个给头碧桃带出来了。这是你爹书房的私印。工部兵部连下边防整修令，遂拨银80万两经兵部出库，绕户部入工部，最终归蒋家司库此局。若落地收获及全族代事局清明，较有可信之人。娘，我出去走走。所以你家的案子是假的？当年沈家获罪的名妇是通敌叛国，但我爹真正做的事是查账。他查到了蒋家从北疆宫室里贪没的银两，还没来得及上奏，就被反咬了一口。这么说，通敌的罪名是栽赃的？证据是伪造的，人证是买通的，案子从刑部到大理寺，1个月就结。所以你从头到尾就不是什么罪犯。在这个世道，有没有罪不是自己说了算的，得有证据才行。那这封信？这封信只有银两流向，算不得直接罪证。你那把刀，我想再看看。这刀上的刻纹，我已经和库房里的旧文册比对过了。你看出什么了？刻纹走向和前朝魏国公魏青云家传兵器的牵引纹几乎完全吻合。你的意思是，我爹跟那个魏国公有关系？我不敢肯定，魏国公这个封号被削了爵，后人流散，史书上只写了一句不知所终。如果你父亲是流散后裔的一支，把斩马刀传下来，就说得通了。流散一尼，那又怎样？我爹早死在边关了。你爹的事打算怎么办？等。等什么？等一个时机。以后有什么事儿别一个人扛。老子这双手，砍人行，扛事也行。好，我答应你。头儿，葛三刚刚递来消息，说黑水沟马匪又来了。什么时候的事？说是前天后半夜来了40号人，在松车南坡底扎营了，看是打算住一阵子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扎营？这不是马匪自己能做出来的事。冯世安倒了以后，马匪断了进项，按说树倒猢狲散，该各回各的山头才对，怎么反倒聚了更多人来？因为有人给了他们新的活计，
钱四把冯世安的底细交给了王庸，王庸通过钱四重新搭上了马匪的头目，给了他们银子和命令。命令是什么？扎营不走。扎营为的是看你的反应，你如果不管，说明你没有能力控制局面。王庸可以慢慢收紧口袋，如果主动出击，你手里就那么点人，打赢了伤了元气，打输了更不用说。不管怎样，他都有便宜占。那怎么办？就这么干看着？你明日便下令，加固卫所外围的巡逻，记住不要越过黑水沟的线。你摆足了架势却不动手，马匪便摸不透你，他们就不敢轻举妄动。那他们要一直赖在那儿不走呢？他们赖不了多久，马要吃草，人要吃饭，山里没有补给，粮只能从外面运，粮从哪儿来，经过谁的地盘，这些都是线索。你眼下只需要派人盯着，按兵不动，让王庸以为你不过是个接了冯世安位子的莽夫。头儿，南少家被劫了，马匪天黑后摸下来，抢了种子和口粮，守哨卡的王老三也被他们打死了。铁牛，点20个人跟老子走！等一等，你怎么来了？你要带人追？马匪杀了老子的人，抢了老子的粮，不追等什么？夜里连路都看不清，山道只能单人通过，两边全是密林碎石，你带人进山，一定会中埋伏。那就看着他们杀人抢东西不管。明天一早，让周大勇带队沿马匪撤退的路线搜，看他们从哪里上的山。你留在卫所坐镇。凭什么我不能去？你是代签，万一马匪声东击西，谁来守卫所？还有，派快马去赵德全的北营通报，请他加派人手巡防隘口。通报找赵德全，为什么？出了事主动通报同僚，他会觉得你靠得住，顺便看看他是真帮忙还是敷衍。快安排人去通报赵德全。是。沈姑娘，周大勇传来消息说，在半山腰找到了马匪丢弃的火堆，地上的马蹄印指向北坡黑水沟方向。既然如此，那就诱其入瓮。铁牛，你去城外把葛三叫来。好，我这就去。让他把黑水沟地图带着。黑水沟的沟口，两边的坡有多陡？西下坡缓一些，人能爬上去，但马上不去。东边那面坡陡，得手脚并用才能扒上去。那这沟口有多宽？最窄的地方，2匹马并排过不去，得一匹一匹走。沟里面呢？越往里走越宽还是越窄？先窄后宽，进去大概走300-400步，有一块平地。冯千户以前跟马匪碰头就是在那块平地上。那从沟口到那块平地，中间有没有能藏人的地方？西仙坡上有几块大石头，后头能蹲7-8个人。东千坡腰上有个塌了半边的旧矿洞，矮得很，得趴着进去，但里面能塞10来号人。行了，你喝完这碗粥再走，我出去一趟。这是沟口，2匹马并排过不去。西下坡上的大石头能藏7-8个人，东边半山腰的旧矿洞能塞10来个。两边埋伏，沟口堵死，进去就出不来了。你看出来了？老子打了10几年仗，还是能看懂的。到时候在这里放几袋烤粮，让马匪看见，他们前2天劫了南少卡，尝到了甜头，他们一定还会来第2回。那他们要是打过来怎么办？让周大勇带人埋伏在2侧的坡上，等马匪过来开始搬东西，直接从上往下打。你带20个老兵堵在沟口，他们往外跑的时候，你就是那道门。关门打狗，差不多是这个意思，但一定要留几个活口。留活口做什么？马匪头目嘴里的东西比他们的脑袋值钱。
头儿，这7个是活的，剩下的全交代了。你是头目？是。嘴堵上，绑起来带回去。嗯。这是钱四的笔记。你看这个签押，怎么了？冯世安每笔账的收缴底下都有签名，你看这字的起笔和信上的签押一模一样。什么意思？这封信是钱四写的，但签押可能是照着某人的签押描了一笔，用来当信物。这是王庸的签押。没错，这封信不只是钱四催马匪干活那么简单，更是王庸操纵幽州军务的证据。头儿，那2个头目已经招了。都说什么了？钱四隐匿于冀州外的废弃驿站的后院，他私下拜会了王勇手下的柴武，柴武给了他一笔银两，还有一纸差令。靠着这道差令，松岭的马匪悉数受钱四调遣，这是他们的口供。另外，柴武还透露，冀州一众官吏对幽州新来的千户十分不满，待到换防之际另有处置。好，我知道了。这件事你怎么看？冯世安的贪墨账目，加上马匪的口供和钱四的信，3样合在一起，能坐实王庸操纵幽州军务的事，可以直接禀报何指挥使。魏大人昨日通知我，让我再跑一趟冀州，这回还是送信吗？这回你去冀州找你的师弟赵明远，当面说。说什么？你告诉他，幽州卫所南哨卡半月前遭马匪夜袭，死伤2名兵卒。第二，魏大人在黑水沟伏击全歼马匪，活捉7人，缴获信件1封。第三呢？信是钱四写的，信末的签发笔记与某位冀州要人的署名习惯高度相似。沈姑娘，我这么说何指挥使会信吗？他信不信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听见了。好，明天一早我就出发。嫂子，冀州来人了，领头的巡查官打着王庸的手令要进卫所查账。魏征呢？头儿在千户府等着接见呢，让我先来跟你说一声。来得太快了。啥意思啊？赵大夫前脚刚到冀州，后脚巡查官就出发了。这道手令在赵大夫出发之前就已经签了。那不是巧了吗？马匪在黑水沟被全歼的消息，钱四那边早就知道了。他等不了多久就会向王庸禀报。王庸要查清楚在幽州摆了多少棋被宣了。巡查官不是来查账的，是来探底的。那头那边怎么办？你去告诉魏章，只给代管期间的账目，旧账一概推到案卷上去，就说冯世安的案子已经移交冀州，作为案卷证物一并封存，代千户无权调阅。这话头能说得圆吗？他不用说圆，只要说得硬就行。还有巡查官问什么，都只答面上的东西，让人就觉得魏征像个不会说话的武夫。这倒不用装。还有呢？还有你去跟周大勇说，巡查官在卫所这几天，操练场上只留新招的人，队列站得越歪越好，别让他们看见我们真正的底牌。你是故意让他瞧不起咱们？巡查官总得带个结论走。他想看什么，我们就给什么。我现在就去告诉头。碧桃，你怎么起来了？小姐，我恢复差不多了，起来活动活动。蒋家如今怎样了？沈家出事之后，蒋家没受半分牵连，外头都传是蒋公子明辨是非，
知道沈家有罪，就早早退了婚。京里的清流还有人写文章夸他，说他不攀附权贵，不包庇最亲，是个识大体的君子。他现在什么官职？翰林侍读，去年冬天升的。我在路上人说蒋家大公子年纪轻轻就做了侍读官，前程不可限量。小姐，蒋家的事已经翻篇了，你别往心里去。我知道，太子呢？我出京之前那阵子，京里有些传言，说太子殿下今年岳父把朝臣放在眼里，6部的折子，他要先看一遍才送御前。先看一遍？有人说是皇后的意思，说太子监国要学着理政务，但也有人私底下嘀咕，说太子这是在替皇后架空圣上，还有皇帝身边太监，皇后安排了自己的人接手，但是皇帝好像什么都没说，就那么由着皇后安排了。碧桃，你觉得皇帝是真的糊涂了？我不懂这些朝堂上的事，但我路上碰见过一个从宫里放出来的老嬷嬷，她私下说了一句话，我一直记着。什么话？她说那位爷精着呢，只是手里的刀还没磨好。小姐，你会替老爷洗清冤屈的，对不对？会的。嫂子，巡查官带着人走了，带走了一份盖了千户大印的账目抄本。还带走了什么？我听巡查官临走时说，此人有勇无谋，粗鄙不堪，幽州卫所穷困不堪，不足为虑。好，嫂子你真行。何大人怎么说？他没说信不信，他问我这些话是谁教我说的。你说了？我没说。他说回去告诉那位出主意的人，我要见他。见谁？见沈姑娘。不行，他是流犯身份，去冀州等于自投罗网。何凤和要是跟王庸一头的，他去了就回不来了。何大人说了，在他私宅见，不走宫门，他保证沈姑娘安全。他拿什么保证？云归，别去，让赵长生再跑一趟就是。赵长生跑10趟，也不如我当面跟他说一句。他要见我，说明他在犹豫；他犹豫，说明他还没压住。那我陪你去。你去了，就是2个命官正面交锋，没有回旋的余地。我一个人去，他反而不会把我当威胁。那我让周大勇带几个人暗中保护你。何大人，就是你教赵长生那些话？是。你一个流犯敢来见我，不怕我把你送回幽州？大人要拿我，不会请我来这里喝茶。坐下说。钱四的信你看出什么了？信末签押是王庸的。你怎么就确定是他的亲笔？我查过冯世安的账，上面有王庸的签押，我核对了很多次，和钱四信末的笔迹一模一样。像，真像啊！什么像？沈大人当年查边军梁末案也是这样，你这双眼睛和他一样，查账细。你认识我父亲？何止认识？20年前，我在兵部做过末等主事，因弹劾上官贪墨军器，反被诬陷入狱，是沈大人据理力争，替我翻了案，不然我早死在赵云里了。你父亲的案子我一直在查，但现在不是翻案的时候。何大人这份情，我沈家记下了。钱四的信和供证我已经800里加急送进京了，1个月后会有消息。回去告诉魏征，兵好好练。王庸那边我挡不了太久，还有一句话带给他。大人请讲。刀是好刀，别让它蒙了尘。老爷，何凤和往司礼监递了800里加急。他这是要给我上眼药。司礼监又如何？兵部是蒋大人的人，折子到不了御前。他何凤和在冀州跟我同城5年，动过我一根毫毛吗？那魏章，你个帖子请他来冀州商议军务，到时候就由不得他了。
哥，喝水。你怎么来了？姐姐让我叫你去吃饭。魏大哥，你以后能不能教我耍刀？女孩子家学什么刀？姐姐说了，女孩子也要能自己护着自己。好，时间不早了，我们回去吃饭吧。吃饭了。这是什么？路上看见的，你用得上。哇，胭脂！头儿，可以呀，这胭脂可不便宜，你那月想够吗？饭都堵不住你的嘴。头儿脸红了，头儿脸红了。对了，我还没问你，何凤和跟你说什么？他说王庸会动你，让你练兵，等经理的消息。就这些？就这些。头儿，冀州节度师傅来人了，王节度使请头儿去冀州商议军务。商议军务？他是节度使，你是代千户，军务用得着跟你商议？鸿门宴。他是你的顶头上司，不去就是抗命。那你的意思是去？去。你在他节度使府里出了事，朝廷头一个查他。何况何凤和是锦衣卫指挥使，他人在冀州，王庸的一举一动都在天子眼皮底下，他不敢明着动你。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。所以我跟你去。不行，你是流犯身份，进冀州城太危险。我见过何凤和，他什么态度我清楚，真有变故，我能跟他说上话。行，但你必须跟在我身边，半步不许离开。你怎么穿成这样？跟你进冀州，穿便衣不方便。头儿，城门口来了一队人，大头的举着块明黄的牌子。明黄？是，那牌子上写着奉旨2个字。奉旨办差，幽州卫代千户卫章接旨。老奴曹德安，奉圣上密旨，前来询任七皇子殿下。七皇子？